大家好，我是老李，欢迎来到老李财局，穿透财局，照见趋势。上一期咱们讲透了一件事， AI 为什么离不开 HBM 和 SSD， 一个贴着 GPU 当显存，负责喂饱算力，一个用闪存当仓库，负责又快又稳的存数据，还顺带看明白了，这背后是一轮15年一遇的存储超级周期。今天这下集咱们接着往下看，这波超级周期钱到底被谁赚走了？全球存储格局是个什么样子？盘面走到了哪一步？普通人又该怎么参与？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存储这门生意全球高度集中，把它分成3个阵营看清楚。第一阵营综合存储3巨头，也就是常说的存储3巨头，三星、SK、海力士、美光。先记住最关键的一点，这3家不是只做 HBM， 而是把存储的3条产品线全吃下来了。普通内存 DRAM， 高带宽内存 HBM， 闪存 NAND 和固态硬盘样样都做，而且样样都排在全球前列。先说三星老牌存储巨头，闪存 NAND 常年全球第一，份额约30%， DRAM 也长期数1数2。它唯一的短板是 HBM 起了个大早，却一度落后，最近靠 HBM4 通过了英伟达认证，正把这块补回来。再说 SK 海力士，它是 HBM 的全球霸主， HBM 收入占了全球1半以上，出货份额最高摸到 62%。 同时 DRAM、NAND 也都是全球头部闪存，算上收购的 Solid 排全球第2，一季度营收 52.6 万亿韩元，营业利润率 72%。 最后是美光，美国独苗，也是美股上唯一的纯存储股， DRAM、NAND、HBM 3样全做。2026年的 HBM 连最新的 HBM4 都已经全部卖光。这3家才是存储行业真正的地主，吃的是全产品线的饭。第二阵营闪存和固态硬盘的专业厂，这一层就专攻存储金字塔的底座，只做闪存 NAND 和固态硬盘，不碰内存，日本的凯霞。 NAND 鼻祖之一，2026年订单全满，还要赴美上市。美国的SanDisk专做闪存和固态硬盘，股价年内涨了快6倍。再加上给固态硬盘做主控芯片的群联汇荣，属于卖铲子的铲子。第三阵营中国存储双雄，长兴和长江，块头惊人，但都还没上市。这2家是真正自己造芯片颗粒的原厂，跟前面的三星凯霞是一个性质，是国产存储真正的主力部队。关键是他们俩分工不同，各守一摊，一个守内存，一个守闪存。长兴存储守的是内存 DRAM 这条线，它不做闪存，对标的就是3巨头的内存业务。他今年5月刚过会，要在科创板募资295亿，是2026年 A 股最大的 IPO 之一，估值奔着3000亿去。一季度营收508亿，同比涨了7倍多。按产能算，它已经是中国第1、全球第4的内存厂，全球份额冲到了 7.67%， DDR4、DDR5 全系都能量产。他还放话要拿出2成产能去做 HBM， 年底前量产国产 HBM3。虽然离顶尖还差着3-4年，但方向已经摆出来了。长江存储守的是另一摊，闪存 NAND， 也就是固态硬盘的芯片，它不碰内存，也不做 HBM， 对标的是凯霞这类闪存厂。它的全球份额2年里从 9% 升到了 13%， 目标年底冲 15%。 3期扩产计划还提前了大约1年。他顶着美国实体清单的限制，再建一条几乎全部用国产设备的产线，来降低对美国设备的依赖。母公司也在筹备上市，市场对估值的预期区间较大，有传到上万亿的说法，不过这只是市场预期，公司尚未正式上市，最终以官方披露为准。说白了，长兴盯着内存，长江盯着闪存，一个对标3巨头的 DRAM，一个对标凯霞的 NAND， 各自从中低端往上爬。为什么老李要专门拎出这2家？因为他们是这盘棋里一个重要的变量。短期看，双雄加快扩产，
会对中低端内存和闪存的价格形成压力，这对国产替代是机会，对国际原厂的中低端利润是压力。长期看，如果他们能在 HBM 在高端上逐步追上来，格局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当然，这终归只是一个中长期的设想。眼下他们离顶尖还有整整3-4年的差距，所以辽存储绕不开中国这2张牌，但也别神话。最后，原厂之外 A 股还有一批买颗粒做模组做配套的高弹性卡位标的。江波龙是大容量模组龙头，它跟长兴长江不一样，是买别人的颗粒来组装，一季度营收涨 132%， 扭亏。蓝启科技是 DDR5 内存接口芯片的全球龙头，内存调放量它直接吃肉，一季度净利涨 61%。 再加上兆易创新、北京军政、百维存储这些细分选手。讲完格局，那未来往哪走？3条主线记一下。第一， HBM 一代一代往上叠，内存厂和台积电这种代工厂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第二，内存开始分层， HBM、SOC、AMM、CXL 各管一段，重构整个服务器。第三，国产替代正从中低端往高端爬，双雄的扩产节奏就是全球供需和价格周期最大的不确定性。具体业绩兑现的怎么样，股价又走到哪了？下面进入盘面。先给最近被存储股吓到的朋友提个醒，2026年存储是市场涨幅最猛的主线之一，但波动也是真的大。咱们看几个硬数字，业绩确实在兑现。 SK 海力士一季度营收 52.6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198%， 营业利润率 72%， 什么概念？卖100块钱的内存有72块是营业利润，这个盈利能力在制造业里相当罕见。美光最新一个季度营收238亿美元，同比涨 196%， 下季度指引335亿，毛利率 81%。 股价上，美光6月1号首次站上1000美元市值，冲到 1.18 万亿。SanDisk年内涨了快6倍， SK 海力士1年涨幅一度超过10倍。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就在6月11号 SK 海力士宣布要在2034年前把产能扩到3倍，消息一出，SanDisk一天跳涨 10%， 美光涨 9%， 一举终结了此前 18% 的回调。大家品一下这个味儿，一条扩产新闻就能让板块上蹿下跳，说明现在的存储股情绪和资金的博弈已经盖过了基本面本身。A 股这边也有大事件，长兴科技295亿的 IPO 是今年 A 股最大的新股之一。打新和它产业链上的设备、材料、接口、芯片都被资金反复炒作，热度很高。一句话总结盘面，超级周期的大方向没变，业绩还在兑现，但股价已经在历史高位，弹性极大，波动极大。首先郑重声明，以下内容仅为行业逻辑与思路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和交易指导。再啰嗦一句免责，本节所有的分析复盘和价位都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与技术研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买卖推荐或操作指导。文中提到的标的、点位、仓位都只是分析示意，不代表任何买卖信号。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据此操作，风险自担，盈亏自负。请大家务必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独立判断，独立决策。好，下面挑3只代表性标的，从技术走势的角度聊聊不同周期的应对思路。注意，以下价位都是技术分析的参考位，不是买卖点。咱们先看美光代码 MU， 整体上涨趋势明确，当前股价处于高位整固阶段。金色这条是20日均线，下面这条上升趋势线是这轮行情的多头生命线。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股价回踩上涨趋势线或是 EMA 20均线位置，都是低吸上车的信号。止损定在关键分型低点 652.21， 止盈可以设在盈亏比1:2，或者根据走势是否高位逆转来止盈。一旦有效跌穿 652.21， 坚决止损离场，切勿心存侥幸。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
等股价回落到 EMA20 均线时，可以先布局部分底仓。中线级别的多空分水岭在 311.49， 这个关键支撑一旦有效跌破，必须止损离场。当前美股大盘处在高位，本身有回调压力，但美光自身走势偏强，建议先小仓位试水，后续大幅回调再逐步加仓。针对长线投资者，已经持有的可以耐心持有，跟随趋势。还没建仓的当前高位不建议直接进场。同样重点关注 311.49 这个支撑，同时留意大盘回调风险。只有股价充分回调且业绩增长的核心逻辑没变时，才是长线资金布局的合适时机。再看闪迪代码 SNDK， 它的走势比美光更强，昨天刚刚创下历史新高。金色是20日均线下方这条上升趋势线，是它的多头生命线，短线层面明确，不建议追高，规避高位回撤风险。等两个位置再考虑低吸，一是回撤到上涨趋势线或 EMA20 均线附近，二是回踩1833这个前高平台。短线止损红线设在1558，有效跌破立刻离场。中线维度核心支撑，首先看1277.33， 股价回撤到 EMA20 时，可以小仓位打底。当股价回落到1530到1590这个小密集成交区，且支撑验证有效时，可以加大仓位。一旦 1277.33 被有效跌破，意味着更大级别回调开启，必须止损出局。再往下看，641是更深一层的关键价位，如果在跌破641之前止跌企稳，可以考虑大仓位二次入局。但如果614这个最终关键位被有效跌破，说明中线趋势彻底走坏，要坚决离场，不要恋战。长线这边已有持仓的可以继续耐心持有，没仓位的当前高位不建议直接建仓。长线核心支撑锚点看183，在这个价位没被有效跌破之前，可以根据回调节奏分批建仓布局。最后看一只 A 股江波龙代码301308，这只个股长期上涨趋势清晰，目前处在快速大幅创新高之后的高位回落盘整阶段。金色是20日均线下方这条长期上升趋势线，是把2025年9月这一轮的起涨低点 85.89 和2026年4月的回调低点 284.09 连起来画出的多头生命线。短线上可以关注两个低吸区间，一是阶段低点 4P10 附近，二是前期高点388到415这个区间带，回踩支撑有效，可以考虑低吸。短线风控的核心是阶段分型低点352.04，一旦有效跌破，坚决止损。止盈第一看前高，第二看盈亏比例在1:2的价位。中线核心支撑位关注 194.19， 股价回调过程中可以围绕这个支撑分批低吸建仓，控制好单批仓位的比例。长线布局锚点是历史低点 85.89，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投资周期耐心等待，等股价出现大幅回调之后，再分批低吸逐步建仓，用时间换空间。讲完3只标的的分周期操作策略，接下来是重中之重，风险提示。这几条核心风险大家一定要刻进交易纪律里。做存储赛道的投资，永远先算风险再谈收益。第一，存储是典型的强周期行业，这也是它和散热赛道最本质的区别。尽管当前市场共识已经在把头部存储标的从传统周期股的估值逻辑向成长股切换，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储的周期性底层逻辑从未消失。当下行业供需缺口越大，股价上涨越急促，未来一旦产能供给集中释放，产品价格与股价的回调力度也可能越强。所以无论你做短线、中线还是长线，都要把周期高点回落作为核心风控前提，不能盲目迷信成长逻辑，放松止损标准。第二，目前整个存储板块的整体估值已经处于偏高位置，行情的核心驱动力完全来自业绩超预期和产品涨价。在这个位置盲目追高风险极大，一旦涨价节奏不及预期或者业绩兑现度下滑，
股价很容易出现快速且剧烈的回撤，这也是我们所有策略都强调回踩上车绝不追高的核心原因。第三，供给端的大举扩产正在持续落地，这是周期反转最核心的先行信号。海外大厂这边，三星、SK 海力士都在稳步推进产能扩张，国内厂商这边，长兴、长江存储拿到融资后也在加速扩产，会率先对中低端存储的价格形成压制。大家一定要记住，新产能集中释放的时间窗口，往往就是行业周期最敏感、最容易发生趋势拐点的节点。这个阶段前后必须主动降低仓位，收紧止损线，提前做好风险应对。第四， A 股台系的存储相关标的，题材交易氛围更浓，再叠加外资流动、汇率波动的双重影响，股价的波动幅度会远大于美股龙头。操作这类标的，对仓位管理和止损纪律的要求会更高，不能直接照搬美股龙头的交易节奏，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波动容错空间，严格执行分批建仓的原则。以上这4条核心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留意，反复对照。交易永远是风控第一，盈利第二，看懂风险，守住纪律，才能在这波存储行情里走得稳，走得远。好，这下集咱们把存储的格局和交易都捋清楚了。上游3大原厂3线通吃，中国双雄各守内存和闪存，是这盘棋最大的格局变量。盘面上业绩在兑现，但股价已在高位。交易上3只标的的关键技术位和那4条铁律风险也都摆给大家了。3句话总结：短期看存储股能不能消化高估值，中期看 HBM 释放量和国产替代兑现，长期看 AI 需求底座稳不稳。记住一句话，当所有人都在挖金子的时候，卖铲子卖内存给算力当仓库的，往往也能赚到那份确定性的钱。上下2集咱们就把 AI 的记忆战争讲透了，下期想看什么？ AI 电力基建、 CPU 光通信，还是先进封装 CoWoS 的深水区？评论区告诉我。老李财局，穿透财局，照见趋势。我是老李，咱们下期见。